朋友们好呀，又到了这个周末嘎珊瑚的时间了。这个周末呢，我会比较忙，因为我要去上课了。那我是怎么知道有这个课的呢？是因为我们的学校的校友群在微信公众号上发了一条信息，说可以去参加校友终身学习课堂。那么我拿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呢，我就报名去参加了，正好在这个周六，那么我就坐地铁去参加了。那我去参加的是什么课呢？就是说我整个周六的一天都会去上一个叫公司财务报表分析的课。那为什么我会想着去报这个课呢？因为我是觉得最近，因为我也是在看一些财务的东西嘛，在做财务报表的一些东西，所以也想投资一些股票之类的。所以呢，我在想，那如果有这个课加持一些技术或者基本理论的一些知识的话，那对于我来说投资股票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那很快的话，我坐地铁差不多40分钟就到了这个我们学校门口。那进入了我们学校门口呢，我们这个地方是需要刷身份证才能进入的。我记得以前的话是不需要刷身份证的，那是因为开始这个口罩期间吧，这个大家进出校园都管控的比较严嘛，所以就一直的延续下来了这个政策。那进入校园之后呢，就来到了我们这个商学院的这个大楼啊，这个大楼非常的气派，大家看啊，这个大楼以前呢是叫嘉登道酒店改造的，后来呢就因为酒店开不下去了，然后学校就收回来了，收回来了之后呢，就改做了我们商学院的这个大楼了，非常的气派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因为现在各个学校的商学院嘛，都是学校这个赚钱的这个利器嘛。什么像 MBA 呀、EMBA 呀，对吧？都是会来参加这些课的。那进入到这个商学院的一层里面啊，我们就看到了这边摆了好多的一些宣传的一些展览啊，从这个商学院的历史呀，包括商学院的一些教学的理念啊之类的，都在这边做得非常的精美啊。我看到这个地方，那么在1楼的右脚边呢还有瑞幸咖啡啊，这个地方也挺好的，我觉得啊，正是这些工作的人回炉深造的时候呢，又有个喝咖啡的地方了。那很快的话，我们上课的时间就到了啊，我就拿到了这个上课的一些材料，我们就开始上课了。今天来上课的人呢还是蛮多的，大家还是学习的劲头还是特别足啊，差不多我少了一下，差不多有40-50人。那么学校也给我们发了一个午餐的餐券，我看了一下，数了一下，5元的呀、10元的呀，还有1元的呀，这个加起来差不多有25元左右。那老师介绍说呢，25元在我们的这个学校的食堂啊，可以吃得非常的饱了。那待会儿的话，我们就去这个学校的食堂，上完课中午就去吃一吃、试一试、看一看。那第二个我想讲的是，就是说听了老师的课之后呢，其实我是觉得啊，我们外面的很多网络的大 V 啊，一天说中国经济多么多么好啊，但是像这些学校里面的知识分子啊，对中国经济的认识还是很客观的。那么在课堂上也举例了像恒大呀、美股啊，这个7大巨头为什么屡创新高啊，包括他们是通过这个技术啊、创新啊，对不对，带动他们的市盈率都不是特别的高的情况下呢，他们能够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股票的上涨。那老师在课堂上也是用实例啊、K 线图啊给我们看，同时也分析了一些中国的一些企业，像中芯国际啊、中海远控啊，以及阿里啊、京东啊，对吧？通过分析他们的一些指标来对比为什么他们不如美股。我觉得呢，这个老师分析的也非常的客观。同时呢，这个老师也讲了一些可能我之前没有听到的一些中国官僚体系的一些事情啊。那他当时就说，当官的就是副部级以上，他们的子女是不能有国外的国籍的。那他就举了一个例子说，像之前的阿根廷啊，大家知道阿根廷以前的经济是非常的好的，但是呢，为什么会衰落的这么厉害啊？就是因为阿根廷他们的一些政府官员、那些精英都是拿着双重国籍的，那么这些精英的心呢，其实已经不在这个叫什么，不在这个国家上面了，所以一旦有风吹草动，立马就可以跑路嘛。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们的这个经济的衰落就非常的严重啊。同时呢，我
今天的课上下来啊，老师也给我们总结了一个非常好的，就是说分析公司财务报表的一个逻辑。首先呢是要看这个公司的盈利能力啊，有一句话说没有收入一切都是白谈，所以呢盈利能力是它的一个公司的根本目标。同时呢也要去分析它的偿债能力，偿债能力其实是一个底线目标，它是控制公司的风险。那如果这个债务率非常高的话，就像恒大一样，那就崩盘了嘛，对吧？还有一个他说的是说从经营效率来看一下，就是看这家公司管理的手段是不是非常的科学，能够做到像丰田一样精细化的一些管理啊，这个对于提升公司的这个效率也是非常的有作用。最后呢，他是说从这个成长性要去分析，主要是看它的一些发展潜力啊，同时也给出了一些分析的一些数学方面的公式啊。总的来说呢，我今天觉得我的这个收获还是非常的大的。为什么呢？因为之前的话看之前自己学这些财务指标的时候呢，没有结合这些实例去分析，那今天结合了这些实例去分析了一下呢，就给到了自己一些非常直观的一些感受，就是说怎么去看一家公司的财报，所以我今天的收获也是非常大的。那早上的课上完了之后呢，我们就来到了食堂吃饭啊。我们看到啊，这是第一食堂，应该是新建的一个食堂。当年我在这边上学的时候，那个食堂还是破破烂烂的，非常的破烂。那我们来到了食堂里面啊，看到这里面也是人山人海，很多学生呢放暑假了也其实没有回去啊，还是在这边自学啊学习啊，对不对？那我们看一下这边食堂的一些价格啊，像这些价格我大致看了一下，都是非常的便宜啊，基本上都不会超过20块钱。大家看这个拌粉啊，都是12块钱、16块钱，对不对？都是非常的便宜啊。我觉得和外面的通货膨胀比起来呢，是相当的便宜的了。像这个烧腊也就15块钱，对吧？那外面吃一盘烧腊，那可不止这个价格，对吧？你看这个海南鸡饭17、18块钱。还是相当的便宜的，我觉得作为学生来说已经很幸福了。同时这里面你看，这还有那个双套餐，这个肯德基的套餐，还有一些特色的水煮牛排呀、黄焖鸡米饭呀，对吧？这个里面云蒸味烙啊，我觉得这里面还是非常的这个丰富的。学生在这边也比我们当时肯定吃的更好了。像这边的奶茶9块9一瓶，对吧？也是非常的实惠了。那基本上我看了一圈了之后呢，我就点了一个这个臊子拌面啊，这个臊子拌面差不多是14块钱，非常饱，量非常大，我一碗我都吃不掉。那么我手上不是有25块钱的餐券了吗？那剩下的还有11、2块钱，我怎么用呢？我在想，要不带点面包回去吧，给小孩子买点这个面包。我看这个面包店里面的东西也非常的新鲜，也非常的味美。那么看一下这个面包都非常的好做的，感觉跟外面没有什么区别的。我相信肯定这边的价格那么便宜，肯定是学校会有补贴在里面的，或者说就是成本价卖，对吧？不像外面可能房租啊，对吧？人工啊都非常贵，所以它要加在价格上。那最后呢，我花了差不多13块钱，自己加了2块钱啊，买了这个很好吃的这个饼啊。那吃完饭呢，我就来学校转一转，然后回忆当年啊。那这幢楼呢，我们以前叫做小红楼，以前我们上研究生的时候都在这里面上课的。那这个是我们商学院的一个主楼了。因为这个小红楼有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啊，就是你第一次来或者来了不多久的时候，你绕来绕去是绕不出去的，各个方向好像都是可进可出的。那当时这里面就有一些闹鬼的故事啊，这个当时我们刚入学的时候也经常听说这些。那走出商学院的大门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一座桥，那这个桥是非常古老的一座桥啊，这个桥非常有特色。那有什么特色呢？待会儿我可以给大家看一看。那过桥的时候看到了这个装置，不知道这个装置是什么用的，可能是净水用的吧，我猜啊。
那为什么说这座桥很有特色？你看，从1896年，对吧？化学工程专业，化学工程系，他把这些间隙的时间都在这个上面去标注了，然后把它用这个做出来了。石油炼业专业、能源化工专业、感光材料专业、化学专业、化学系，对吧？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味道的，把这些都刻在这个石桥上，所以这座桥是非常有特色的。那走过桥的话，我就来到了当年我在这边读研的时候的这个应该说大部分时间都在这幢楼里面度过的，因为写论文嘛，在这个地方。那今天呢，其实我也碰到了我的导师啊，所以也跟他聊了蛮多关于这个回忆了一些当年的一些事情，然后聊一聊最近的一些近况嘛。毕竟我差不多10年，今年应该刚好是毕业的10年，然后来学校。然后呢，我觉得我跟我导师聊下来呢，觉得其实跟他之间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感吧。我觉得，因为一个是10年没见，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当年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其实跟导师的关系其实也没有那么近了，对吧？那他现在其实他的状态我觉得挺好的，他之前当年他在这个我们读书的时候就说了嘛，他上了50岁他就不写论文了。然后我就问了他说，是不是50岁之后就不写论文了？他说他50岁不到就不写论文了，他就让那些他带的一些硕士生、博士生帮他写论文了。那他现在的状态就是等待退休了。然后呢，之前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他的女儿还是在读初中吧，我记得。现在据说已经结婚了。这个也是非常的快哦，我觉得10年一晃而过了，都结婚了，然后也买了房子了，对吧？但是他买的房子呢是买到去年这个最高价的时候啊，现在好像有点跌了。但是他自己那时候买的房子，他说，他是在核心地段买的房子嘛，他说周边又有医院，又有这个居委会的总部、区委会的总部，然后还有这个非常便利的一些生活设施、体育健身设施，所以他那边的房价还是挺坚挺的哦。他说15-16万一平米，所以说买房子还是核心地段嘛，地段最重要的就是这3个字。那么我们也聊了一些银行呀、股票、投资方面的东西啊。他说他这个买了银行的股票，没想到这2年银行的股票赚得这么好，对吧？他也已经找到了这个从银行这边投资银行股票赚钱的一个规律了，所以呢，他最近赚了不少，我看他聊的也挺开心的。聊的差不多了呢，我就跟我导师再说再见了。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地方又有一波这个学生毕业了，他们是这个应该是属于那种继续教育学院的这个毕业典礼啊。这边今天来了也非常多的人，他们来参加这个毕业典礼。那逛校园吧，我也非常深刻的感受到校园里面的一些变化，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就是这个校园里面的保安啊、警车啊特别多，我真的是每走差不多10-20米都能看到保安，他们就守在这个路口啊，可见这个学校啊和社会其实是有相连的。你看社会外面这个社会治安那么差，现在经常用刀捅人，对吧？所以学校里面加强这个安保，我觉得也是对的。你看这边都是安保。然后呢，我也看到了曾经当年我在这些足球场呀，对吧？这个足球场是没有怎么变的，都还是保持原来的样子。然后呢，像这个研究生宿舍啊，我是来到了我这个研究生宿舍，我特地进去看了看。其实外面的话也是没有大变。那么我想走进去再看一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我记得当年呢，我这个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呢，在这幢楼里面呢是没有这个吹风机的啊。现在你看这个吹风机都是挂在外面，让学生可以自己用了。然后在前面这个角落上呢，其实是一些热水，我可以在这边提热水。之前都是有冬天刷牙洗脸的时候都到这边提热水。然后我今天也发现了，我们这个地方以前我们洗衣服的时候都是我们自己手洗的，并没有说有这个洗衣机。那这边的话就新装了一些洗衣机，我看这个价格也很实惠啊，3块钱4块钱差不多就能洗一次衣服了。
那同时呢，这边也有这个电瓶车的充电桩。那以前我们在学校里面都基本上靠走路，甚至说靠一些自行车，对吧？现在你看这个学生，他们就可以骑电瓶车在学校里面，那省了很多走路的时间，我觉得也是挺幸福的，跟我们当时的变化相比也是蛮大的。然后呢，我看到了这个宿舍也翻新过了啊。以前这个宿舍很老旧，就是基本上60-70年代的那种感觉啊。这个宿舍你看这个翻新了一下，我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对吧？以前这个宿舍还着过火呢，非常老旧，各种电线乱拉嘛。那时候，你看这个翻新了之后呢，基本上这个里面你看非常亮堂啊，学生住在里面应该是比我们那时候会舒服很多。这边看到了我们的篮球场啊，当年我也是经常在这个篮球场上挥汗如雨，对吧？特别喜欢打篮球。那现在的话，工作了之后已经好久没有打篮球了，也是回忆满满啊。那这边还有这个打印店啊之类的，以前都是打论文的时候都在这边打。另外一个变化就是说，我们发现这边停车场非常多，同时也随着时代的变化，也安装上了这个充电桩啊。当然，这些我估计都是一些商学院的这个周末的一些课，对吧？那些外面的人过来了之后呢，才去读的，才去这个充电的，也方便他们停车嘛。那今天的话，我在这个我们学校的这个整个旅程，基本上我今天还过得挺开心的。我觉得我见识到了很多东西，同时呢也了解到了很多东西。那来到了母校呢，也回忆满满，回想起10年的一些场景啊，现在都能够感觉历历在目啊。那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先拍到这边，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拍得好的话，那欢迎大家也能够关注我的视频。好，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视频再见。